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那最近身体有点欠佳，所以休息了一两天。那现在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来谈谈最近涉及游戏界的大事，就是黑色行动期公开预告之后的到站如萍事件哦。那目前我用第三方网站的一些资料去查，目前黑色行动期的游戏揭露预告是来到 87% 的到站哦，就是快要90%都不喜欢了。那虽然有些人说这可能会有灌水的部分，就是因为这第三方网站啊，其实实际上有传过很多，因为舆论呢导致这个战术还有到站数不太一样的问题。但我相信扣掉这些所谓的误差值，这个到站数应该还是有个 70%、75% 啦。毕竟大家的反应大家都看在眼里，各种留言都大家都有看到，所以我相信这个不会是灌水的问题。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对于黑色行动7的游戏预告感到非常不满。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谈几个我认为有可能会造成这些东西的原因。COD 每年都出嘛，为什么这几代 COD 就 BO7 落的这副田地呢？其他游戏都没有，大家也是每年都追同样的游戏同样的内容，为什么就 BO7 在最近5年内落到这种地步？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谈。那这其中呢，你会讲到他的死对头啊 BF6 啊，虽然我觉得这两个游戏差蛮多的，客群也蛮不一样，对，但是毕竟涉及游戏巨头嘛，一定就是会被拿来比较，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谈谈他们之间的相互纠葛以及以前的一些关系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讲啊，我认为会造成这一次到站如潮的主要原因。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剧情的设定。如果你有看黑色行动7的游戏揭露预告，就会发现他在合作剧情方面，感觉剧情主轴跟内容偏向很多所谓心灵层面啊、幻觉啊、脑中意识这些题材。那上一次COD 尝试这种题材是在黑色行动3。那个时候那一代的剧情真的是被抨击到烂掉，就没几个人看得懂他在写什么，也不知道最后想要表达什么。然后跟大家期待的所谓这种射击游戏里面会有所谓的兄弟情谊啊，或是小队情谊，或者什么巨大的两国冲突，或是世界冲突这种内容相去甚远。再加上之前这个有一个叉叉的记录嘛，导致不少人看到黑色行动7又是这种心灵层面的主题的时候，就先打上一个超大的问号或是担忧啊，进而也就不喜欢这一次黑色行动7公开预告的内容了。这是我认为蛮大的一个点。那我自己之前有提过嘛，就还蛮担心的，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搞砸，有可能很好啦，也有可能跟狗屎一样，就不知道。但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点哦。那再下来呢，我觉得是跟近期 COD 游戏内的商誉比较有关系一点。那这两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就是黑色行动6中后期更新非常非常的少，就4-5季、3-4-5季，第三季可能还好，但是4-5季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实际上真正的新内容没有多少，一直拿旧的以前出现过的东西，可能稍微改一下模型或改一下名字，改一下内容或改一下这个背景主题，就拿出来说这是新图，这是新内容，这是新枪，这样子缺乏了这个所谓真正的实际意义上的新内容。大家知道以前还是付费 DLC 的阶段，我们每一季都是可以拿到4张新图的。那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COD 经典图都是当时所谓的 DLC 包、付费 DLC 包里面出现的，而这几年呢，基本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回收再利用地图，不断的重置，不断的拿旧枪，旧枪改名叫新枪，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推出来哦，导致很多人对于目前 COD 整个经营方向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也非常非常的无聊啊，我自己也是有这么一点点感觉。那除此之外啊，更新少已经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了，再好的游戏没有后续好的更新都一定会爆掉，但 COD 不只没有好的更新，而且还加上非常糟糕的游戏内氪金要素，就是跨界合作的组合包啦。先不说这个游戏内更新很少， COD BO6 在组合包就是要你氪金的造型上面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哦。你隔一个礼拜上来看，可能没什么新模式，但组合包一定多3-5个可以让你买。这些组合包都要价不菲，随便就是$24、$30起跳，完全没有在跟你哈拉，就是要你花钱买这些组合包，然后不实际推出点对游戏有实际意义上改变游戏玩法的更新，反而这些组合包是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再加上近期国外炒得非常非常凶的，就是所谓的 Beavis and Butthead 还有 American Dad 这两个跨界组合包。那这两个跨界组合包问题在哪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直接性的把完全跟游戏风格格格不入，跟游戏环境完全扯不上边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直接给你整个搬到游戏里面来哦。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应该就知道在讲什么，没看到这边几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没错，这些东西出现在以冷战特务情报机构为
这个游戏主体的游戏里面，这些东西哦出现在这里面哦。那其实 COD 这种搞怪 skin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啊，以前也有，但是我以前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因为它比较像是让我们要合作这个组合包嘛，然后我们用这一代游戏的美术。这一代游戏的画风设计重新设计过这个角色之后，把它建模，然后放到游戏里面来。所以这些游戏角色虽然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看过，但是它会符合当下游戏的美术跟整体环境，就只是一个你认识的角色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虽然没有到说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是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 Beavis and Butthead 还有 American Dad 真的是完全把其他动画里面的东西就照搬，整个直接丢到游戏里面来，再加上这些东西的建模其实非常的糟糕。如果你的组合包刚上的时候有去看过这些预览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建模很糟糕啊，下巴会穿模，牙齿会穿模，手臂会错位，西装会歪掉，还可以在一些角色的背上看到就是没有藏好的一些三角形的色块之类的，非常夸张哦。整个建模品质都没有很好，就单纯的是把这些东西丢到游戏里面来坑你的钱哦。那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大概是这一年过去这一年 BO6 整个丧失非常多玩家群，还有 COD 让很多玩家不再相信的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除此之外哦 BO7 本身当然还是有其他问题，我觉得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游戏内物品继承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以前也有发生过， MW2 2022到 MW3 2023的时候是也有继承的，这一代呢也会继承 BO6 的东西， BO6 的东西会跑到 BO7， 那这就非常有问题啦。刚刚讲了嘛，大家很不喜欢 BO6 后期这种垃圾 skin 一直塞到游戏里面，然后他现在竟然说之后会跑到 BO7 里面，又让一些人炸锅了。因为其实说真的哦，我自己是蛮喜欢 BO7 的设定跟氛围的。我自己对射击游戏啊最喜欢的大概就是近未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科技感很多，很酷炫，有很多新玩具、酷玩具可以玩，然后同时又是可以看得到未来可能性的一个东西，就不会相去甚远。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题材就是近未来的射击游戏。当初 BO2 要出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近未来再下来呢，就是我比较次等喜欢的就是科幻未来跟这个现代主题，然后再下来一个才是二战冷战那个时期啊。那当然其实可以拿枪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我都很喜欢，只是说你真的要排题材上面的喜好程度的话，我会这样排啊。所以 BO7 出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的，我看到预告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必须老实讲 COD 的游戏建模， BO7 游戏建模，角色建模，武器建模，还有里面的地图场景设计什么的，其实都是非常高画质，动画品质也是非常高水准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啊。COD 在这方面其实是做的无人能及，也是业界标杆没错。但当你听到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将要在第一季黑色行动期第一季上市的时候，你当下想到的就会是哇，就算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风格，很喜欢这个氛围，这个东西也只能持续个大概1-2个月，等到第一季上的时候，大家都准备被 Beavis and Butthead 还有 American Dad 轰炸，准备被那些所谓的劣质建模还有垃圾内容充斥到你整个游戏里面，即便你再怎么喜欢这种近未来的这种风格，最后也会被这些东西搞掉。再加上我上一部影片有提嘛，就黑色行动6的武器是冷战时期的武器啊，那我喜欢近未来的东西，打到第一季突然跑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武器，然后来这样子整个搅和在一起，我当然也会不开心。那国外玩家社群里面其实也一直有在呼吁官方应该要出所谓的这个皮肤滤镜，就 skin filter， 就是有一个开关可以让你把你不想看到的这种奇怪搞怪的 skin 滤掉，就完全遵于这个军事模拟，维持它原本游戏的调调跟这一个特色。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官方要削钱，那削钱一个很大的手段就是让其他玩家看到你的 skin，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基本上目前可能第一季开始的时候呢，黑色行动7目前的整个氛围跟气氛就会完全毁掉，这也是很多人到战黑色行动7的一个大原因哦。那接下来我觉得跟本身游戏的揭露也有一点小关系，就目前啦，如果你真的只看黑色行动7的揭露预告，基本上你应该是不知道在干嘛，对吧？就他也没讲太多东西，就稍微看个几个画面，然后剧情里面跟人讲一些狗屎话就没了。就整个预告揭露其实没讲太多东西啦，除非你有特别去看像我做的影片或者其他创作者玩的内容，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些资讯跟内容，不然单看这个预告就是蛮落赛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本身揭露预告也是蛮多问题的，尤其接在 BF6 已经
非常成功的 beta， 还有非常成功的预告跟游戏揭露之后，这一次黑色行动7在宣发上面其实做的也是不是很好，就感觉藏着掖着啊，就是一直不想跟你讲这些东西，就是一定死要拖到10月1号的那个他自己的发布会才愿意讲，这些东西都不丢出来，就我觉得也是个大问题啊。那再来一个点可能就是未来战，就我自己是喜欢啦，虽然我自己是喜欢，但是我有看到很多国外的人说他们不喜欢未来战，国外的社群可能整体还是比较偏向现代战一点点。对，那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但国外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啦，看到很多留言是这样子。好，那以上几点差不多是我认为 BO7 自己的问题以及它上一代问题，就整个 COD 系列内部的问题造成负评如潮啦。那纵观整个事件，其实还有一些小道消息可以跟大家讲。首先就是其实在 BF6 的 beta 开始之前，那个时候 BF 预告出嘛，声量已经很大了，大家都说我准备好要玩 beta 了。那个时候就有人传出动视内部高层评价 COD 说，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 BF6， 因为 COD too big to fail。COD 的规模体量太大了，根本就不会失败。这个是 COD 高层内部绩效评估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讲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是让人想打他，真是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他们对我不知道这个算是有信心吗？各位，你们听起来这算是有信心吗？还是单纯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那说真的COD 跟 BF 互相对峙这件事情也不是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前其实也很常在发生，而且有一个事件跟目前的状况非常非常相似，就是2016年年末那个时候 COD 推宇宙战争的无尽战争， BF 推一战血淋淋的真实的战场的 BF1， 那个时候那时候大家也是打未来战打得很腻，就不喜欢未来题材嘛，然后 COD 反其道而行出宇宙战争，被他干到爆炸。我记得IW 的预告片，就无尽战争的预告片那个时候是游戏史上到战数最多的影片，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那时候好像400多万嘛，现在可能还是就游戏类 YouTube 上面到战数最多的影片。那反观 BF1 则是预告非常好看，音乐好听，氛围有道，全部人都在欢呼说 BF 要打爆 COD 了，但是那一年最后结束的时候，却还是有无尽战争的销售量超过了 BF 的销售量。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能很直观的就说 COD 就是赢了，或者 COD 就是输不了之类的，因为那一年其实有绑所谓的现代战争重置版，那现代战争在 COD 系列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那它绑着无尽战争的高级版一起销售，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这个东西去买无尽战争的高级版的。那我们再看回来，今年2025年黑色行动7一样作为一款负评如潮的游戏，目前是没有任何所谓的经典游戏护航的，所以这一次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烂 COD 对上好战地的一次对决那结局怎么样其实很难说啦，但我相信他们内部敢说 too big to fail 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算 COD 卖不好，就算今年的 COD 真的稀烂无比，还是会有不少人去购买，它目前的品牌影响力就是这么大。今天我好像有看到一则推特推文说，黑色行动7是有史以来 COD 在公告游戏之后没有冲上预购游戏榜首的一款游戏，目前好像还低于战地魅影版2个名次吧，我记得今年好像是这样，所以可以见得真的是蛮多人不喜欢 BO7 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在这么多人不喜欢 BO7 的情况下，它还是冲上了 PS 预购的前10名。对，就这么糟糕负评如潮的情况下，竟然还是预购的前10名。大家都知道这个体量有多大，它可能真的不会 它可能真的是 too big to fail 啦，我只能这样讲，但是可能也不会说完全不会跌落神坛，完全不会从最佳销售游戏列表里面跑出来。就游戏来说可能不算失败，但是就 COD 本身来说可能就会算是一个失败了。那我自己的话呢，目前其实也是期待 BF6 大过于黑色行动7，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黑色行动7目前还没有给我看到所谓的真的实质上的什么内容，我也还没玩到 beta， 所以其实讲起来有点不公平啊。就 BF6 我已经玩过 beta 了，我已经体验过它的游戏，我感受到它的魅力了，也期待它正式发售的情况下，当然是比较期待 BF6 一点了。对，所以如果你们底下有人要嘴炮我，你们其实也可以开始嘴炮啦，我也不会说不行啊。对，但是我必须承认，对 BO7 现在我的评价可能对 BO7 来说稍微比较不公平一点，但其实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在 BO6 后期整个游戏运营已经开高走低的情况下，这官方真的很不 care 玩家到目前为止台湾玩家的连线问题官方也是完全屁都不屌。那这一次在销售额
应该说预售啦，在预售的数字上面输给他们同台竞技最大的游戏，应该多多少少可以让他们有点警醒啊。当然，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各家游戏百家争鸣，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没有竞争的话，最后就不会有好的游戏。所以希望当然是 BF 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继续持续推出好的内容跟好的更新，让 COD 能够有所警醒哦。这样可能不用3-5年后，我们就可以有最好的 COD， 同时也有最好的 BF， 甚至是最好的其他游戏也会渐渐的出来，让大家知道 COD 不是在射击游戏里面无法撼动的一个存在。好啦，那讲那么多啊，其实就是小谈一下为什么我觉得 BO7 现在会这么多到站啊，还有一点点 COD 跟 BF 的恩怨情仇啦。那各位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记住啊，不要互相攻击啊，我觉得玩家互相攻击玩家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拿刀砍自己人啊，超奇怪的。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